少在这里装神弄鬼。就在这时，紫薰衣却是忽然出手了，磅礴的紫色气焰如同火焰一般，铺天盖地的向那魂婴宗的众人燃烧而去。然而面对紫薰衣的攻势，那魂婴宗宗主只是袖袍随意一摆，顿时磅礴的武力涌动而出，竟然就这样轻而易举的便将紫薰衣的攻势挡了下来。同是二品真仙，但也有实力强弱之分。姑娘，你斗不过我。魂婴宗宗主笑着对紫薰衣说道，可是他的笑容却充满了讽刺的味道。听得此话，紫薰衣顿时火冒三丈，若是他人羞辱于他，紫薰衣绝对不会这般愤怒。可是这羞辱他的人竟然是一个心狠手辣、残害婴儿的恶魔，紫薰衣便不能忍。紫薰衣愤怒之余，已然亮出了自己的祖兵，他是要出手开战。薰衣，可就在紫薰衣准备动手之际，殷明朝却拦住了紫薰衣，对其说道：“这个家伙就由我来对付吧。”说话之间，殷明朝便将那凌厉的目光投向了魂婴宗宗主。若是换作常人，面对殷明朝这样的目光，就算不被活活吓死，也定然会瑟瑟发抖。看视这魂婴宗宗主，不仅面不改色，眼中也是没有一丝惧色。可就在这时，那位陈氏天族的族长却又再度发出一声咆哮。这声咆哮并不是痛苦的叫声，而是怒吼，并且当他怒吼之后，所有人都是神色一致，再度看向那陈氏天族族长之时，眼中涌现出了无比吃惊之色。因为在那陈氏天族族长怒吼之时，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他的气息已经不再是五祖，而是真仙。这位陈氏天族的族长已经成为了一名真仙，虽然只是一品真仙，但那也是与五祖完全不同的一个境界。这怎么会这样？他的修为怎么会突然提升这么多？莫非是内阵法？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目若呆鸡，一脸的震惊，尤其是那些不了解魂婴宗的围观的众人，更是惊讶的不得了，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五祖巅峰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一名一品真仙？相信此刻大家都很惊讶，一座阵法怎么可能让人突破修为？这乃是逆天之举，是有为修武之道，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不可能的事，这座魂婴大阵却可以做到。不妨告诉大家，不仅陈氏天族族长可以突破，其实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这阵法获得突破的机会，而这便是我魂婴宗这么多年来所做的事。魂婴宗宗主说道：“真的？你是说真的吗？你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突破修为？”魂婴宗宗主此话一出，莫说围观的人群，就连联盟大军也都炸开了锅，所有人的眼中都好像放光了一般，紧紧地盯着那座所谓的魂婴大阵。此刻，他们看着那魂婴大阵的目光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惧怕之意，反而如同看到了无价之宝一般，充满了贪婪之色。有多少人因为天赋有限，苦修一生，直到老死，也是难有长进。可若是这阵法真的能够帮助他们领悟修武之道，让他们突破修为的话，那简直就是天降的机缘。这是他们在此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不会欺骗大家，我也没有理由欺骗大家。而刚刚的一幕，大家也看到了，这座魂婴大阵的力量，大家都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这不是谎言，而是事实。事实就这样摆在大家的面前，而这魂婴大阵必须靠着我魂婴宗的成员来催动。为什么？因为我魂婴宗的身体里流淌着那些孩子们的生命，那些孩子的确很无辜，我魂婴宗所有人一直为此而感到惭愧与痛苦。我们每日每夜都在承受则良知的谴责，但是今日我们就算仍遭受着良心的谴责，可我们却很高兴，因为我们成功了，我们做到了连先祖都没有做到的事，我们终于完成了先祖的伟业，终于练成了这座魂婴大阵，我们终于可以凭借这座魂婴大阵来让百炼凡界的所有人都变得更强。那些孩子没有白白牺牲，他们的牺牲为我百炼凡界的进步起到了不可想象的推动作用。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小看我们百炼凡界，因为我们百炼凡界将成为一座强大的凡界。魂婴宗宗主激动地说道：“放屁！”就在此时，殷明朝却是怒喝一声，将手中的祖兵指向魂婴宗宗主，咬牙切齿地说道：“今日我一定要让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话罢，殷明朝磅礴的杀意便横扫天际。等一下！可就在这时，仗剑仙门的掌教却是忽然开口：“殷城主，魂婴宗不会大费周折地将我们叫到这里，就只是为了欺骗我们，说一个这样荒谬的事。他们根本没必要这么做。我也想不到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依我看，我们还是先冷静一下，将事情弄清楚为好。”“是啊，殷城主，我们还是把事情弄清楚吧。”在此之后，仗剑仙门的许多人也是纷纷开口，不仅是仗剑仙门的人，那些围观的众人，包括联盟大军的许多人，都是纷纷开口说情。先前那些异口同声说要铲除魂婴宗的人，此刻竟然都在说相同的话，那就是先不要对魂婴宗出手。这是何意？殷明朝岂能不懂？这根本就是看到了那魂婴大阵的好处，众人都是动了贪念，想要凭借那大阵获得好处。你们真的相信那阵法能帮你们提升修为？你们相信魂婴宗的话？你们相信这群为了提升自身修为不惜残害无辜婴儿之人的话？殷明朝气的眼眸通红，就连双手也是握得滋滋作响，因为他坚信魂婴宗就是一个骗子，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魔教，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都是为了迷惑众人。但是偏偏这些人居然信了。若是那些不了解魂婴宗的人信了也就算了，竟然这联盟大军也动摇了，就连仗剑仙门这个与魂婴宗交战多年的势力也动摇了，这让他难以忍受。殷明朝愤怒了，并且散发出了他那强大的威压，哪怕众人不想再对魂婴宗出手，可是一时之间竟然也没有人敢再发出异议。善哉善哉，诸位不妨听老衲几句。就在此刻，佛光天寺的方丈站了出来，见佛光天寺方丈出面，殷明朝目光有所缓和。佛光天寺方丈德高望重，他若帮着自己说话，相信会有不少人信服。殷城主，这阵法的力量
我们都见识过了。老衲想不出魂婴宗兴师动众，将我们引到此处，欺骗我们的缘由。依老衲来看，魂婴宗宗主所说之话，倒是有可信之处。方丈，你听得佛光天寺方丈的话后，莫说英明朝，在场的不少人都是大为吃惊。若说到名门正派，那佛光天寺可谓是百炼凡界公认的代表。佛光天寺的方丈更是百炼凡界公认的正派人物。可是此刻，面对突破修为的诱惑，这位佛光天寺的方丈不仅动摇了，竟然还站在了魂婴宗那一边，为魂婴宗说话，这着实令人难以接受。殷城主，你看连大师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不如就给魂婴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仗剑仙门掌教说道。这一刻，楚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冷笑，但楚风也只是一声冷笑，他并未说过多劝解的话，因为他的心已经凉了。魂婴宗残害无辜婴儿的事情，这是众所周知的，就连魂婴宗的人都从未抵赖过，而是直接承认了。这种恶行简直罪不可恕。可是当面对可以提升修为的诱惑之际，这么多人竟然全部忘记了那些惨死的婴儿，就准备这样放过魂婴宗，这是何等的自私！好，很好，既然如此，那我也不与你们废话。我英明朝只问一句，现在还有谁愿意与我并肩作战，与这魂婴宗一战？英明朝手举祖兵，大声喝道：我！英明朝此话一出，也有不少人站了出来。这些人以英雄城的人居多，而英雄城的众人之中，又以英雄城的老部下居多。虽然此刻站在英明朝身后的人也有近万人，可是相比于这联盟大军原本的数量，却是少了数倍不止。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佛光天寺还是仗剑仙门，都有一部分人站到了英明朝的身后。这些人中以三剑真人和口袋大师为代表。可是再怎么说，他们都只是仗剑仙门和佛光天寺的成员，尽管他们选择继续与魂婴宗为敌，可是他们的掌教，他们的方丈却选择相信魂婴宗。这一幕着实令人叹息。英明朝，你是真的要这样做吗？假如魂婴宗说的是真的呢？假如他没有骗我们呢？假如那阵法真的能够让我们的修为有所增进呢？你就不能冷静一下，将此事调查清楚，再做决断吗？佛光天寺方丈说道。调查？魂婴宗残害了无辜的婴儿，还需要调查什么？你们已经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再怎么调查，你们都只会相信他们。楚风看着佛光天寺的方丈，冷嘲热讽地说完这番话后，便对英明朝说道：前辈，动手吧。英明朝，你这样做会后悔的。见英明朝真的就要动手，许多人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然而英明朝却是高举手中的祖兵，不仅没有丝毫的退缩之意，其身上的威压更是如同飓风一般席卷开来。这一刻，除了那些跟随他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是被吹得连连倒退，唯有佛光天寺的方丈和仗剑仙门的掌教还能站在原地。锵啷啷！然而就在这时，更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佛光天寺的方丈与仗剑仙门的掌教对视一眼之后，竟然纷纷亮出了祖兵，而他们的架势可不像是与英明朝并肩抗敌，反而是将那不善的目光凝聚在了英明朝的身上。怎么，你们要与我动手？英明朝冷声问道。我们不想与你动手，只是想让你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而已。万一魂婴宗那样做真的是另有隐情呢？万一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呢？仗剑仙门掌教说道。少在这里放屁，若要阻我就直接出手，可你们若是出手，我英明朝对你们也绝不客气。说这话的时候，英明朝的眼中杀意涌动，就连这片天地都忽然变得冰冷无比，所有人都是感受到了那股浓烈的寒意。面对这般的英明朝，无论是仗剑仙门的掌教还是佛光天寺的方丈，都是神色一致，眼中涌现出了犹豫，可能是出于对英明朝的恐惧，也可能是出于联盟的情谊。最终他们并未真的对英明朝出手，凡人是将手中那已经举起的祖兵缓缓地放了下来。英明朝，今日一战是不可避免了吗？就在此刻，魂婴宗的宗主开口问道。今日我要将你们杀得片甲不留。英明朝说道。既然如此，这一战我魂魄冤奉陪，但我不想伤及无辜，所以这一战还是由我们二人交手，由我们来定胜负如何？若是你能胜我魂婴宗的这些人，你想杀便杀，相信那个时候也没人能够拦得住你。可若是我胜了你，我也并不会为难你，只是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我。魂婴宗宗主对英明朝说道。你这话说的倒是漂亮，只不过今日只可能是我胜你，而不可能是你胜我。英明朝此话说完，便手握祖兵，携带磅礴的气息，直接向那魂婴宗宗主攻了过去。而那魂婴宗宗主也未犹豫，同样亮出自己的祖兵，向英明朝反掠而来。两位二品真仙眨眼之间便站在了一处，二者这一交手，磅礴的气息更是横扫天际。联盟大军还好，起码有紫薰衣以及仗剑仙门掌教，还有佛光天寺方丈这三位二品真仙坐镇，所以那英明朝与魂婴宗宗主所战斗的余威都被他们挡了下来，并未对联盟大军造成影响。可是魂婴宗的众人则不得不向后退去，因为哪怕是那余威，也是他们难以抵挡的力量。这魂婴宗的宗主好强，怕是英明朝难以胜他，而这一番大战都被女王大人看在眼里。强横如英明朝，在使用种种手段之后，竟是难以战胜魂婴宗宗主，二者一直是平手的场面。在这种胜负难定的情况下，楚风注意到紫薰衣已是跃跃欲试，他是想要出手。紫前辈，不要出手，眼见不妙。楚风暗中传音道，殷前辈还并未使用全力，而我总觉得魂婴宗宗主如此有恃无恐，也定然还有着隐藏的手段。若是他们二人都使用出了各自的手段，那他们的实力将彻底凌驾于寻常的二品真仙之上。那个时候，你若是在战场之中，只会让殷前辈自顾不暇。听到楚风的这番话后，跃跃欲试的紫薰衣也是打消了参战的准备，因为他也清楚，虽然他不清楚魂婴宗宗主还有着怎样的手段，可是他却很清楚，殷明朝是一个解放了天赐神力的真仙，这件事情
早就被预言大师转了出去，这是如今的百炼凡界世人皆知的事情。也正因为殷明朝身为二品真仙，并且还解放了天赐神力，所以人们才认为他是百炼凡界的第一强者。想必刚才佛光天寺的方丈以及仗剑仙门的掌教没有凭借武力对殷明朝进行阻拦，也是忌惮殷明朝的真正实力。可是正因为这件事人尽皆知，所以魂阴宗宗主也一定知道。而正因如此，紫薰衣才觉得楚风说的有道理。既然明知道殷明朝已经解放了天赐神力，并非寻常的二品真仙，可魂阴宗宗主还这般自信满满，那么他便一定拥有着可以对抗殷明朝的手段。想到这里，紫薰衣那握着祖兵的手握得越来越紧，甚至楚风能够听到紫薰衣手骨发出的炸响。前辈，我们不必直接进入战圈，但却可以帮助殷明朝前辈。楚风再度暗中传音道：“此话怎讲？”紫薰衣问道，眼中绽放出了一抹光芒。既然前辈也曾得到过凯宏大师的传承，那不知前辈可否知道这座阵法？随后，楚风便将一座阵法告知了紫薰衣。这座阵法，紫薰衣并不知道，可是紫薰衣毕竟是一位界灵师中的高手，所以哪怕楚风口述，他也是能够看出一二。随后，楚风便与紫薰衣悄悄地布置这座阵法。至于为何要悄悄布置，掩人耳目，那是毕竟此刻联盟大军已经土崩瓦解，为了个人的利益，就连佛光天寺的方丈和仗剑仙门的掌教都是向着魂阴宗说话的。若是被他们发现楚风与紫薰衣布置有利于殷明朝的阵法，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出手阻拦，所以这座阵法必须暗中布置。不过所幸楚风与紫薰衣结界之术精湛，虽然无声无息的在体内布置阵法会增加布阵的难度，但是二人联手的话，只需各自布置一半就好，给予二人一定时间，这座阵法便可以布置完成。虽然眼前这种殷明朝与魂阴宗宗主胜负难分的局面急坏了紫薰衣与楚风，可是那些被利欲熏心，都希望从魂阴宗那座大阵中获得修武之道的人们，可就暗自庆幸了起来。起初在殷明朝与魂阴宗二人刚刚交手的时候，他们都还害怕殷明朝就那样将魂阴宗宗主斩杀。不管怎么说，殷明朝可是公认的百炼凡界第一强者，但是现在来看，二人竟然是不分伯仲，而佛光天寺的方丈与仗剑仙门的掌教又并不准备出手，他们自然也就安心了不少。而就在这时，在殷明朝的体内忽然传来了一声如同猛兽一般的咆哮，在那咆哮传来之时，天空之上出现了一只猛兽的影子，气息逼人，仿佛要吞掉众生，令在场的许多人都是心寒胆战，吓得瑟瑟发抖。几乎与此同时，在二人的战圈之中传来一声轰鸣，魂阴宗的宗主竟然被击退了。不仅被击退了，此刻在他的左胸之上竟然有一个血窟窿，他的左胸被打穿了，在他的嘴角也是有着明显的血迹。而再看殷明朝，竟然也是与先前完全不同，殷明朝的眼眸变成了碧绿之色，就连牙齿也是变得如同猛兽一般，而那碧绿色的气息如同绿色的火焰一般在他身上缠绕着。此刻的殷明朝比之先前强大了数倍不止，天赐神力。见此一幕，众人皆是吓得不轻，他们差点忘记殷明朝可不是寻常的二品真仙，那可是解放了天赐神力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之前只是听闻，多少还是有些怀疑的，可现在却是亲眼所见，他们怎么能不慌？解放了天赐神力的殷明朝，岂是魂阴宗宗主能够抵挡得利奥的天赐神力？看来传闻不假，你果然解放了天赐神力的力量。可是相比于那些外人，魂阴宗宗主却是淡然一笑，他不仅不慌，反而是轻轻地擦拭掉了嘴角的血迹。与此同时，左胸之上的伤口也是迅速愈合。然而就在众人不解这魂阴宗宗主为何如此淡定之际，人们惊愕地发现，魂阴宗宗主的眼眸竟然变成了漆黑之色。下一刻，在魂阴宗宗主的体内竟然也传来了一声炸响。与此同时，暗黑色的气焰如同火山爆发一般自魂阴宗的体内喷涌而出，那暗黑的气焰瞬间便遮蔽了虚空。此时此刻，那浩瀚虚空之上，除了殷明朝那天赐神力所映射出的巨大猛兽之外，竟全部被那暗黑的气焰所覆盖。最重要的是，在那遮天蔽日的暗黑色气焰之中，竟然也传来了婴儿的哭声。那哭声实在太多，实在是太过刺耳，实在是太过悲惨，实在是太过痛心，这比先前那魂阴大阵运转之时所发出的哭声要凄厉千倍。禁忌玄功，果然他是有着准备的。见此一幕，楚风反而并不意外，因为他早就预料到这魂阴宗宗主有着可以抗衡殷明朝天赐神力的手段。但楚风没想到的是，魂阴宗宗主的手段会是禁忌玄功，但他这禁忌玄功却明显并非寻常的禁忌玄功，准确来说，他这应该是禁忌魔功，因为单从那些婴儿凄惨的叫声便可以知道，他曾用这魔功炼化了无数婴儿，他是用无数婴儿的生命才成就了这股强大的力量。可就是这种邪恶的魔功，不仅没有让人唾弃，反而让许多人感到兴奋。那些兴奋的自然是自私自利，希望能够得到魂阴宗帮助的人。混账东西，我要你死！看到了魂阴宗宗主的力量之后，殷明朝反而越发的愤怒，携带着天赐神力的独特气势，便再度向魂阴宗宗主扑杀而去。一时之间，碧绿色的气焰与那暗黑色的气焰便站在了一处，这一战就宛如是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可是这一战依旧是胜负难分，这场大战的威势无疑翻了数倍，甚至就连二者的余威，就连紫薰衣等人都是难以抵挡，联盟大军不得不向后退去，而魂阴宗的众人更是退得更远。至于那身处于战圈中心的陈氏天城，早就被二者的余威摧残得一塌糊涂。那座浩瀚的城池，那些恢宏的建筑早就夷为平地，满的疮痍。可哪怕二人的战圈扩得越来越大，二者的力量越来越惊天动地，让世人所惧怕，可是他们的这场生死之战却再度陷入了焦灼之中。怎么会这样？这魂阴宗的宗主
竟然练成了那魔功。在大部分人为之庆幸之际，也有不少人为之感到愤怒，同时也感到担心。这些人自然便是之前站在殷明朝身后，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势力，也要选择跟随殷明朝，继续与浑阴宗为敌的人。他们都是坚信浑阴宗就是一个魔教势力的人，自然希望殷明朝可以将浑阴宗宗主击败。诸位可否愿意助殷前辈一战？就在此刻，楚风忽然转过身来，对那些人问道。当然，众人异口同声地应道：那便让我们一起助殷前辈一臂之力吧。楚风说完此话，双臂张开，一重磅礴的结界大阵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紧随其后，紫薰衣也是将双臂张开，又一座磅礴的结界阵法浮现而出。两座阵法一经叠加，便很快相融，化作一体。最重要的是，随着楚风与紫薰衣的催动，那阵法更是很快的便将之前那些选择跟随殷明朝的人给覆盖当中。楚风施主，这阵法莫非只要放松自己便可以了吗？这一刻，口袋大师忍不住开口问道。他这话其实充满了惊叹的味道。身为界灵师的他，能够感受到这阵法的奇妙，根本不用他们做什么，只要放松自己，便可以将他们的力量融入那阵法之中。但是他还是想要确定一下，是否这样做就可以帮助到殷明朝。大家不用做什么，只要想着帮助殷前辈就可以了。楚风说话间，单手捏诀，而另一只手则是伸向了紫薰衣。紫薰衣、楚风一样，同样是单手捏诀，而另一只手便对向了楚风那伸来的手。二人那合并的手掌顿时汇集起磅礴的力量，随后之间，楚风与紫薰衣同时将那手的指尖对向殷明朝，一道金灿灿的光柱便自那之间飞掠而出，如同一条跨越虚空的金龙一般，最终融入了殷明朝的体内。当那光柱入体之后，殷明朝的身上不仅仅散发着碧绿色的气焰，同时也是绽放出金色的光芒。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殷明朝的气息竟又再度增强许多。实力增强之后，殷明朝立刻便摆脱了这僵局，占据了上风，布阵。可就在此时，浑阴宗的众人竟然也布置出了一座阵法，但是他们的阵法相比于楚风他们的这座阵法，可就要简单得多。甚至说，他们布置的不能是一座大阵，而是数万座大阵。因为浑阴宗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大阵，他们的体内散发出黑色的气焰，而那黑色气焰直入虚空，融入了浑阴宗宗主那遮天蔽日的黑色气焰之中。毋庸置疑的是，浑阴宗每一个人身上此刻所散发的暗黑色气焰，都散发着那婴儿的哭声。这是凭借他们所修炼的魔功而汇集而成的大阵。而随着浑阴宗众人的力量融入自己的气焰之中后，浑阴宗宗主的气息也是随之大涨，竟然有着盖过殷明朝的势头。忽然之间，一道鲜血自殷明朝的左肩飞溅而出，是浑阴宗宗主的祖兵洞穿了殷明朝的左肩，紧随其后，浑阴宗宗主又连续舞动祖兵，疯狂地向殷明朝进攻。殷明朝尽管奋力地挡下了大部分攻势，可是又被接连刺穿了3次。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次殷明朝的身体被洞穿，那暗黑色的气焰都会顺着浑阴宗宗主的祖兵涌入殷明朝的体内。这种情况之下，殷明朝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弱，到的最后，殷明朝莫说与浑阴宗宗主继续抗衡，就连站在虚空的力气都是没有了。明朝这种情况下，紫薰衣再也无法站在一旁，他解开了那座与楚风合力布置的大阵，直接手握祖兵掠向了浑阴宗宗主。不仅是紫薰衣冲了过去，英雄城的那些老部下以及很多其他势力，但是选择跟随殷明朝的人也都冲了过去。楚风虽然没有冲过去，可是他却悄悄地亮出了邪神剑。他知道以现在这种情况，莫说紫薰衣他们，就算联盟大军没有瓦解，也不可能是浑阴宗宗主的对手。今日若想逃过一劫，只能依靠他手中的这把邪神剑了。可是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当紫薰衣等人靠近后，那浑阴宗宗主不仅没有对紫薰衣他们出手，反而是将那重创的殷明朝丢向了紫薰衣。当紫薰衣接过殷明朝之后，能够感受得到殷明朝此刻的伤势是多么的严重。虽然浑阴宗宗主那凭借祖兵洞穿殷明朝肉身的伤势不算什么，可是那侵入殷明朝体内的暗黑色气焰却是非常的恐怖。是那暗黑的气焰让殷明朝变得如此虚弱。你这恶魔，我要宰了你！紫薰衣气的双眼发红，磅礴的杀意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他是真的愤怒了，他是真的想要杀了浑阴宗宗主。我劝你不要与我动手，因为你不是我的对手，自然也就无法做到所谓的报仇，所以你还是去为殷明朝疗伤吧。浑阴宗宗主对紫薰衣说道，话语之中同样充满了轻蔑与讽刺的意味。而就在此刻，楚风则是手握邪神剑，踏空而行，来到了紫薰衣的身旁。楚风虽然没有像紫薰衣那般将自己的愤怒表现得那么明显，可是楚风眼中的杀意却是丝毫不比紫薰衣的弱。只不过这股杀意唯有被楚风所凝视的浑阴宗宗主才能感受得到。感受到楚风的杀意，那浑阴宗宗主不仅不怕，反而淡淡一笑。楚风，这是咱们第一次见面，但是对于你的事情，我早就有所耳闻。你果然是名不虚传，百炼凡界的未来是属于你的。加入我们吧，加入我浑阴宗，我可以帮助你更快的成长起来。浑阴宗宗主竟然当众邀请楚风加入他们，加入你们，要我与你们一同残害无辜的婴儿。楚风冷笑着问道，不会了，我们这座浑阴大阵已经练成，不用再牺牲孩子们，你可以直接享受我们所获得的成果。浑阴宗宗主说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们？楚风说话间便提起了手中的邪神剑，那是魔兵。看到楚风就要动手，许多人都目露惶恐之色。毕竟相比于殷明朝的实力，楚风所掌握的可以斩杀真仙的魔兵也早已经成为了人尽皆知的事情。如果说殷明朝是第一个威胁，那么楚风则是第二个威胁，这便是那魔兵吗？还真是与众不同啊。但是楚风，相信我，就算你手握魔兵，可还是不要与我动手，因为你不可能是我对手。浑阴宗宗主说道。是吗？楚风冷然一笑，那邪神剑则是越握越紧，
楚风住手！可就在这时，女王大人的声音却忽然响起：楚风，你想要杀他，不必急于一时，待你成为真仙，再杀他也不迟。更何况现在的你已经得到了可以成为真仙的方法，没必要动用邪神剑。那剑的力量，你知道，掌控不好，不仅你要死，百炼凡界所有人都要死。女王大人说道。听到女王大人的话，楚风那已经提起的邪神剑则缓缓地落了下去。女王大人所说的不无道理，邪神剑楚风根本就无法掌控，除非万不得已，否则还是不用为妙。想到此处，楚风则是转过身来查看英明朝的伤势，而见楚风放下邪神剑，魂英宗宗主脸上的得意则越来越浓。他自然而然地以为是楚风害怕了他，但楚风却根本不管旁人怎么看他，他只担心英明朝的伤势。子前辈不用担心，英前辈的伤势可以治愈。楚风对子薰衣说道。真的？子薰衣本来对英明朝的伤势一筹莫展，听到楚风的话后，就如同看到了希望一般。需要你帮忙。随后，楚风便将一座阵法的布置方法传授给了子薰衣。这座阵法并不是寻常的疗伤阵法，而是专门驱逐邪能的阵法，针对英明朝的伤势特别有效。因为英明朝并不是简单的负伤，而是被那邪恶的力量所侵袭，所以才会这般。诸位，你们看到了我的力量，那么我就要问诸位一个问题：若是我现在想杀你们，你们有谁能够逃得掉？魂英宗宗主说道。听得此话，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因为以魂英宗宗主此刻的实力，若要杀他们，的确是易如反掌。尤其是看着虚空之上那还在涌动的暗黑色气焰，他们才惊愕地发现，他们所有人都等于是被无形的利刃架在了脖子上。只要魂英宗宗主杀念一动，他们所有人都要死。毕竟连他们之中最强的英明朝都不是魂英宗宗主的对手，他们这些人凭什么与魂英宗宗主抗衡？诸位不要怕，我虽然拥有杀掉你们所有人的力量，但我不会杀掉你们任何一个人，因为我魂英宗从未想过杀害无辜。我们魂英宗最初建立的目标就只有一个，是要造福百炼凡界的众生，是要帮助大家。魂英宗宗主说道。宗主大人，难道您真的愿意帮助我们提升修为吗？这一刻，有很多人都相信了魂英宗宗主的话，因为他们觉得魂英宗宗主没有欺骗他们的理由。毕竟，如果魂英宗真的是一个魔教势力的话，大可以在此刻杀了他们，没必要编造这个谎言欺骗他们。更何况，那魂英大阵的力量，他们都亲眼看到了，那是一个真的可以帮助人提升修为的大阵。当然，魂英宗宗主爽快地说道。那宗主大人，现在可否用那魂英大阵帮助我们提升一下修为？宗主大人，若是您能帮助我提升修为，我愿意加入魂英宗，誓死效忠于您。宗主大人，传授我力量吧，我愿意为您做牛做马。一时之间，无数人都开始央求着魂英宗宗主帮助他们提升修为，甚至为了修为，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诸位不要急，我们百炼凡界的所有人都可以提升修为，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魂英宗宗主说道。他此话一出，楚风也是将其凌厉的目光投向了魂英宗宗主。狐狸尾巴总算要露出来了吗？就连女王大人也是忍不住开口，她与楚风一样，一直觉得魂英宗不可能真的会平白无故的帮助大家提升修为，甚至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魂英宗真的可以帮助人们提升修为。他们编造这个谎言一定是有所目的，但不管是什么目的，这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楚风与女王大人都很想知道，这魂英宗到底有着怎样的预谋，他们大费周章到底想做怎样的事。可是旁人却根本没有像楚风这么想，他们都以为魂英宗真的是要帮助他们。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应答下来。明明魂英宗宗主还没有提出要求，可是他们便开始答应，就仿佛让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都愿意一般。诸位，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劳烦诸位将此事扩散出去，将这件事传遍百炼凡界的各个角落，让百炼凡界的所有人都知道此事，然后请有能力的人帮助一些实力弱小的人来到此处。我希望下次魂英大阵运转的时候，百炼凡界的所有人都能够得到魂英大阵的帮助。魂英宗宗主说道。只是这样吗？放心，我们一定会照做，让百炼凡界的所有人都得到您的帮助。众人一口应下，对于这个要求竟没丝毫迟疑。老衲想问，这魂英大阵对真仙境的人有帮助吗？佛光天寺的方丈问道。这魂英大阵可以让所有人都得到极大的受益，不过根据天赋不同，这个受益也是有着区别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所有人都会得到受益，在修为方面都会有所增进。再强调一遍，我说的是所有人，所以自然也就包括了真仙境的人。但是真仙境的人可能就不会直接提升修为，但都会得到极大的收获，至少会为诸位日后提升修为打下基础。魂英宗宗主说道。好，这个忙我佛光天寺帮了。佛光天寺方丈说道。在此之后，仗剑仙门掌教也是答应了下来。这两个原本与英雄成联盟，本欲一起除掉魂英宗的一等势力，竟然为了提升自己的修为，真的站在了魂英宗这一边。你们还真的相信这魂英大阵会帮助你们提升修为？就在此刻，楚风站了起来，将那讽刺的目光看向了众人。那魂英大阵的力量我们都看到了，为何不信？有人反驳道。并且当第一道反驳的声音响起之后，越来越多的反驳之音响起。若是旁人也就算了，甚至许多反驳楚风的声音都是出自那些名门正派，那些原本是联盟大军中的一员。这一幕是何其的讽刺！原本是来讨伐魂英宗的人，却为了提升修为，立刻站在了魂英宗的这一边，真是人心可畏。你们已经被欲望蒙蔽了双眼，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这魂英大阵绝对不可能帮助你们提升修为。你们相信魂英宗，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魂英宗之前的确与你有些过节，但那也只是因为出于你对我魂英宗的误会，现在一切我都解释清楚了，哪怕牺牲那些无辜的婴儿，也只是无奈的选择而已。难道你就非要这样针锋相对吗？魂英宗宗主一脸无奈的说道。就是啊，楚风小友，得饶人处且饶人，更何况魂英宗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我们大家呀。一时之间，
许多人竟然都在替魂婴宗说话，为了你们大家，难道说这件事对于你们有好处，就可以残害那些婴儿吗？若是那些婴儿是你们的孩子，你们是否还会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子薰衣愤怒地问道。为了更好的未来，牺牲一些生命算得了什么？如果能够让百炼凡界更加昌盛，就算是我的孩子，我也愿意牺牲。没错，换作是我也愿意。修武者的世界本来就有纷争，哪天不死人啊？可是那些死去的人有为百炼凡界做了什么贡献？不管怎么说，起码那些婴儿没有白死，他们没有白白牺牲。没错，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也是我们应该接受的。众人纷纷说道。先前还为那些惨死的婴儿讨伐魂婴宗的他们，此刻竟然话锋调转，说那些婴儿死得其所。你们听的此话，子薰衣的脸都气白了，随后竟然一口鲜血自口中喷洒了出来，他竟然被硬生生的气得吐了血。不过这也不能怪他，眼前这一幕着实是令人愤怒且无力。薰衣见此一幕，伤势好转的殷明朝勃然大怒，他站起身来，将那杀意四射的目光投向在场的众人，说道：该死的是你们！可是殷明朝此话刚说完，那遮蔽虚空的黑色气焰竟然散发出浓郁的杀意，只不过那磅礴的杀意都是涌向殷明朝的，是魂婴宗宗主殷明朝。你对我出手，我不会与你计较，但你若要伤害他们，我魂魄渊可不答应。魂婴宗宗主说道。这一幕发生之后，殷明朝气得瑟瑟发抖，而那些帮着魂婴宗说话的人则是欣喜若狂，就如同找到了靠山一般，一个个的更加得意与张狂。就在这时，楚风却忽然大笑起来，他笑得前俯后仰，笑得连身体都在发抖。你们的愚蠢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前辈们，走吧，这种人不用管他们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楚风对殷明朝与子薰衣说道。我们走。殷明朝也不再犹豫，带领着众人便选择离去了。殷明朝愤怒极了，原本是率领众人来讨伐魂婴宗的，可是到头来不仅联盟大军外界，自己反而好像成了被众人所讨伐的人。殷明朝与楚风等人离去了，可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的离去而感到不安或者内疚，他们不仅没有黯然神伤，反而越加的欣喜若狂。在他们的心中，此刻的殷明朝与楚风等人已经不再是拯救他们的英雄，而是阻挡他们提升修为的煞星。这种煞星走了，他们怎能不喜？可他们只沉浸在那种愚蠢的喜悦之中，却并没有人注意到，当殷明朝等人走后，魂婴宗宗主的嘴角掀起了一抹邪恶的弧度，那抹笑容非常的可怕，与他先前所装扮出的温和截然不同。可是这样一抹笑容，在场之人没有人看见，哪怕看见了，也没人觉得有何不妥。就如同楚风所说，他们已经被欲望蒙蔽了双眼，真是愚蠢啊！忽然，在那黑色气焰所遮盖的虚空之上，响起了这样一道声音。只不过这道声音，那下方数万人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到。那个声音来自于虚空之上的某个角落，在那里站立着3道身影，这是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中年女子，以及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男子面容成熟，女子虽是中年，可目光之中却仍有着一抹稚气。无论是这名男子还是这名女子，都是真仙境的高手。至于那位老者，其修为更是深不可测。而从3人的穿着打扮以及腰间的令牌可以看出，这3人皆是来自同一座势力——楚氏天族。此刻，这3位来自楚氏天族的3个人，就如同神灵一般，俯视着下方正在发生的一切。太愚蠢了，居然会被这种谎言所迷惑。女子讽刺地说道：修武者本性如此，为了力量连亲人都可以杀，又何况是区区背叛？中年男子说道：只是那个楚风和殷明朝等人可就要遭殃了，我们要不要帮帮他们？毕竟楚宣郎前辈似乎还挺看好那个楚风的。中年女子说道。中年男子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若是出手，便违背了祖上定下的规矩，这可能便是那楚风的命吧。老者缓缓说道。长老所言极是。中年男子与中年女子一同应道。此刻，殷明朝与楚风等人正在向英雄城的方向赶去。由于殷明朝伤势未好，所以楚风与子薰衣依然在为此殷明朝疗伤。这种情况下，带动众人赶路的重任则落在了英雄城的那几位真仙的身上。虽然这依然是联盟大军，可是相比于来时的人马，无论是气势还是人数上，都是相差甚大。也可能是因为这次讨伐魂婴宗失败，所有人的情绪都很低落，低落的同时也很愤怒。人群之中不停地传出对那些背叛之人的咒骂。什么人？可就在此时，专心疗伤的殷明朝眼眸猛然睁开，看向了前方。姐，不愧是殷明朝，感应力还是如此的敏锐。不过你能这么快就恢复成这个样子，还是多亏了楚风吧。伴随着一道阴森的声音响起，一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站在了联盟大军的前方。只是一个人，便与联盟大军形成了对峙之势。最重要的是，面对这个人，联盟大军的所有人竟都表现出了惊慌之容，因为这个人正是刚刚击败殷明朝的魂婴宗的宗主。你要做什么？这一刻，联盟大军之中，有人以颤抖的声音问道：做什么？难道你们不是很清楚吗？对于你们这种人，我岂能放你们这样离去？我来这里找你们，当然是要斩草除根，免留后患。魂婴宗宗主冷笑道。果然，那是一场阴谋吗？楚风问道。既然你已经看穿了，又何必多次疑问呢？不过楚风，我是一个惜才之人，只要你将那块沾染神龙之血的石头给我，我不仅放你一条生路，还愿意将你收入我魂婴宗麾下，共享荣华富贵。魂婴宗宗主对楚风说道。沾染神龙之血的石头是神龙血齿。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紧。神龙血齿乃是在凯宏大师遗迹之时，楚风所获得的宝贝。那是一块沾染了神龙之血的石头。当年凯宏大师本来想将它打造成祖兵的，可是却未能成功。楚风没有想到，这魂婴宗居然知道这神龙血齿。楚风可否愿意？魂婴宗宗主不知道楚风心中所想，见其犹豫，还以为是有戏，于是再度问道：实在抱歉，
我楚风什么事情都敢做，但是就是不敢与你这种畜生都不如的家伙同流合污，我怕遭天谴。楚风讽刺地说道：既然如此的话，那你就与他们一起去死吧。魂阴宗宗主说话之间，便亮出了祖兵。与此同时，那2品真仙的气息也是毫不保留地释放而出，如同无形的飓风一般，向联盟大军席卷而来。来啊，怕你不成？紫薰衣大喝一声，同样将自己那威压释放而出。虽然他勉强将魂阴宗宗主的威压挡了下来，可还是向后倒退了2步。这2步被所有人都察觉到了，而这个察觉让联盟大军越发不安。这说明，虽然同为2品真仙，可是紫薰衣却根本无法与魂阴宗宗主抗衡。薰衣，不要脏了你的手，这种无耻的畜生，还是交给我来收拾。可就在这时，殷明朝却是站起身来，将紫薰衣推到了身后。明朝不行，你的伤势，紫薰衣想要劝解殷明朝。虽然殷明朝的伤势已经好转许多，可毕竟没有痊愈，他自然不放心。放心吧，没有了魂阴宗的那群家伙帮他，他不会是我对手。殷明朝说完此话，眼眸便化作了碧绿之色，他已经将天赐神力释放而出，随后手握祖兵，还不保留地向魂阴宗宗主攻了过去。此刻的他哪里还像是一个负伤之人，已然彻底化作了所向披靡的勇士，一个屹立在百炼凡界巅峰的王者，自不量力。可是面对状态全开的殷明朝，魂阴宗宗主却是讽刺的一笑，随后魂阴宗宗主也不再保留，同样释放出了他那暗黑色的气焰，与殷明朝站在了一处。楚风，此刻紫薰衣看向了楚风，前辈，开始吧。楚风说话间便开始布置结界大阵，而紫薰衣见楚风明白自己的意思，也是与楚风一样，一同布置起大阵。这座大阵正是先前在陈氏天城之外，他与楚风联手布置，帮助殷明朝提升力量的大阵。毕竟先前殷明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之前他不是魂阴宗宗主的对手，那是魂阴宗有那么多人给魂阴宗宗主提供力量，但是现在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那些蠢货的怀疑，显然是魂阴宗宗主自己来阻拦楚风他们的。可是魂阴宗宗主没有了魂阴宗众成员的帮助，可是殷明朝却还有楚风等人，只要楚风等人再度布置那座阵法，那么按理来说，殷明朝的力量依然会高出魂阴宗宗主一个层次。这场战斗应该是殷明朝可以获胜。这一次，紫薰衣与楚风的阵法并不是在体内暗中布置，而是直接联手布置。当着这座阵法摆在明面上来布置之后，2人布阵的速度比之先前也是快了许多。不过片刻的时间，这座大阵已是布置完毕，阵法完毕，楚风与紫薰衣便立刻融合众人的力量，随后又将这股量通过大阵灌输给殷明朝。而殷明朝得到这股力量之后，身上也是再度金芒闪烁，就如同先前那一战一般，他已经占据了优势。殷明朝，你以为我没了魂阴宗众人的帮助就无法胜过了你吗？可是别看魂阴宗宗主已经落入劣势之中，但他竟然丝毫不惧，不仅不怕，他的脸上还始终挂着那抹讽刺的笑意。没错，非常的讽刺，不仅是在讽刺殷明朝，还在讽刺紫薰衣等所有人。你这是何意？殷明朝从他的话语之中感受到了不妙。我既然有胆量独自一人来收拾你们，自然便有着可以将你们收拾的把握。就在魂阴宗宗主说完此话的时候，在他那原本空荡的左手之上，竟然出现了一把匕首。这把匕首为金色，看似并不锋利，因为上面布满了如同龙鳞一般的纹路。可是这金色的匕首一经出现，魂阴宗宗主的气息顿时增强了数倍，瞬息便盖过了殷明朝。那是此刻，殷明朝与魂阴宗宗主乃是近身交战，距离魂阴宗宗主不过3米的距离。看到魂阴宗宗主手中的金色匕首之后，他也是目光大变，眼中涌现出了浓郁的不安。可就殷明朝察觉到那匕首的特殊之际，魂阴宗宗主那手中的匕首竟然散发出一道金光，那金光笔直的刺向了殷明朝的右肩。由于速度太快，殷明朝还未反应过来，自己的左肩已被那金光所刺穿。随后只见魂阴宗猛然一挥，只见鲜血四溅，殷明朝那握着祖兵的右臂竟被其直接斩断。呀！右臂被斩断之后，殷明朝赶紧用左手捂住断臂之处，不仅快速的向后退去，更是脸庞扭曲的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惨叫。当殷明朝发出惨叫的时候，紫薰衣与楚风等人便觉得大事不好。殷明朝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绝对不可能因为这种皮外伤便发出如此凄厉的惨叫。导致殷明朝这样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看似寻常的断臂之痛，可实际上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否则殷明朝不会这般那兵器。而这一刻，楚风也是注意到魂阴宗宗主左手之上所亮出的金色匕首，可并非寻常的兵器，那根本就不是一件祖兵。因为在那件兵器之上，楚风感受到了梨月儿那粉红色的长剑有着相同的气息，那乃是一件仙兵。这魂阴宗宗主竟然掌握着仙兵，你逃不掉的。就在殷明朝暴退之际，魂阴宗宗主的右手丢掉祖兵，而是化作手掌对着殷明朝隔空一抓，刹那间磅礴的吸力便自魂阴宗宗主的掌心散发而出，瞬息便将那正在后退的殷明朝笼罩在了当中。强大如同殷明朝，此刻却如同被困在笼罩的小鸟一般，任其如何挣扎，竟难以逃脱那犀利的束缚，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落入魂阴宗宗主的手掌。而就在殷明朝快要靠近魂阴宗宗主之际，魂阴宗宗主并没有抓住殷明朝，而是掌心如同利刃一般，直接用其掌心洞穿了殷明朝的丹田。这一刻，殷明朝再度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因为那萦绕在魂阴宗宗主身上的暗黑气焰此刻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殷明朝的体内。殷明朝的肌肤开始发紫，并且在那紫色的肌肤之上还出现一道道黑色的线，那黑线就像是血管一样遍布殷明朝的全身。这种情况下，殷明朝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弱，莫说是2品真仙的威势，此刻他的气息简直连一位寻常的五祖都是不如。此刻的殷明朝就像一个身中剧毒之人，
一眼望去，惨不忍睹。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何胆敢一个人来抓你们了吗？就因为他这把半成仙兵龙鳞匕首。魂阴宗宗主摆弄着手中的金色匕首说道：“原来那是半成仙兵吗？”听到魂阴宗宗主这样一说，楚风也才终于知道，原来这个强大的兵器并非是真正的仙兵，而是半成仙兵。不过魂阴宗宗主手中的这把半成仙兵却与黎玉儿的那把气息相仿，这便说明其实黎玉儿的那把兵器也只是半成仙兵，而并非真正的仙兵。这倒也难怪，毕竟仙兵那样强大，真仙虽然厉害，可是也只是仙境的入门境界而已，自然难以驾驭真正的仙兵。事实上，在楚风来看，就算是这把半成仙兵，这魂阴宗宗主也未能彻底的驾驭，只是发挥出了他一部分力量而已。可是哪怕只是一部分的力量，却足以让他战无不胜，轻松的胜过殷明朝。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半成仙兵的力量有多强悍，那是远非区区祖兵可以比拟的兵器。虽然只是半成仙兵，可是他与祖兵的差距就仿佛是真仙与五祖的差距一样，实在是太大，大到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放开明朝！紫薰衣既焦急又愤怒地呼喊道，他根本不管魂阴宗宗主是如何战胜殷明朝的，他只担心殷明朝的安危。哟，一口一个明朝，叫的这个亲人，看来你是殷明朝的情人啊，不想让殷明朝死？可以啊，跪下给我磕头，向我求饶，我会考虑饶他一命。魂阴宗宗主说道。你说话算话？紫薰衣问道。当然，魂阴宗宗主说道。薰衣，不能听信这个畜生的话，不要向这个畜生下。殷明朝大喊道。然而殷明朝的话还未说完，魂阴宗宗主那穿透殷明朝丹田的手臂便猛然一颤，紧随其后，殷明朝便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这鲜血竟是黑色，并且非常的粘稠，甚至还散发着一股恶臭的气味。而当殷明朝这口鲜血吐出之后，他那漆黑的长发竟然就白了一半，就连脸庞也是苍老了许多。只在这一瞬间，他已经从中年男子的模样变成了一个年迈的老人。殷明朝，我知道你的自尊心很强，老实说，当年我魂阴宗最惧怕的就是你。若不是当年孔氏和周氏联手将你坑害，以你当年的势头，怕是如今这百炼凡界已经没有我魂阴宗了吧？不过今非昔比，现如今的我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你再也不是我的威胁了。魂阴宗宗主笑眯眯地看着殷明朝，虽然他在笑，可是他的眼中却充满了怨恨，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殷明朝可谓是恨之入骨。楚风能够想象，当年的殷明朝一定是让这魂阴宗的宗主吃了不少苦头，否则他不会这般憎恨殷明朝。放了他们，有本事冲我来！殷明朝大喊道。可是此刻他的声音不仅不再铿锵有力，相反虚弱无比，甚至充满了沙哑，就像是一位将死的老者在说话一般。然而殷明朝此话刚刚落下，魂阴宗宗主那穿透殷明朝丹田的手臂一颤，殷明朝便又是一大口鲜血吐了出来。这一刻，殷明朝又老了许多，半白的头发变成了全白，脸上布满皱纹，浑身上下如同皮包骨一般。此时此刻的殷明朝哪里还是那个豪气冲天、身强体壮的英雄，已然成了一个半只脚踏入棺材的人。你现在可是自顾不暇！魂阴宗宗主讽刺地说道，随后看向紫薰衣，他的命可掌握在你的手里，怎么做你自己决定。我跪，不要再折磨他了。紫薰衣早已是泪流满面，说话之间，他的双膝便下屈，他是真的要下跪。可就在这时，忽然一只手搀扶住了紫薰衣的胳膊，硬生生地将他给拽了起来。是楚风。此刻的楚风不仅站在紫薰衣的身旁，他的手中还紧紧地握着那把邪神剑。紫前辈，你就算向这种家伙下跪，他也绝对不会放过殷前辈的。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我们任何人。想要从他手中救下殷前辈，就只有一个办法。楚风对紫薰衣说道。什么办法？魂阴宗宗主笑眯眯地问道。听其这样一说，楚风则将那杀气腾腾的目光看向了魂阴宗宗主，以冰冷无比的语气说了3个字：宰了你，宰了我！你凭什么？莫非就凭借你手中的那把半成地兵？错了，那不是半成地兵，那其实是一件魔兵。听说威力还很是不凡，能够斩杀真仙。可我也还听说，你这魔兵使用之后，你是会遭受反噬的，而那反噬的力量似乎也是不小。魂阴宗宗主讽刺地对楚风说道。哪怕楚风亮出了邪神剑，可他看向楚风的眼中，也如同之前看向殷明朝一样，充满了轻蔑不屑。他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将楚风与邪神剑放在眼中，他有怎样的威力，你会领教的。楚风冷声说道。这么说来，你是非要与我一战？楚风，可别说我没提醒你，其实就算你使用这魔兵，也根本就不可能是我对手，因为我手中的这一把龙鳞匕首可是一件真正的半成仙兵。魂阴宗宗主说话之间，便猛然将手中的半成仙兵举了起来，刹那间一道金芒射入虚空，金芒入空便急速蔓延，眨眼之间便与他那暗黑色的气焰交织在一处。金芒与黑焰相互辉映，遮天蔽日，就仿佛是光芒与黑暗相互结合，竟有一种别样的震撼之感。最重要的是，那半成仙兵的强大力量在此刻展露无遗，莫说是虚空之上的景象被其改变，方圆数里都能够看到他的威势，就连身在当众的联盟大军也是被那一阵阵来自半成仙兵的威压吹得连连倒退，哪怕是紫薰衣也是根本就抵挡不住。可是也幸亏有紫薰衣在，若不是紫薰衣努力的抵挡那半成仙兵的威压，恐怕此刻楚风等人早就这股威压被吹得魂飞魄散。那果然是一件非祖兵可以匹敌的兵器，连2品真仙也难以抗衡的兵器。魔再强在仙的面前也是枉然。你这魔兵遇到我这龙鳞匕首，就等于是蛟龙遇到了神龙，只有被我克制的份。魂阴宗宗主得意地说道。是吗？就在此刻，楚风猛然握紧了手中的邪神剑，与此同时，自己的力量也是融入了那邪神剑之中。下一刻，
那原本平平无常的邪神剑便开始散发出血红色的气焰，一重又一重的缠绕开来。紧随其后，那被暗黑气焰以及金色光芒所覆盖的虚空之上，便以楚风的头顶为中心，出现了一片血云。那血云滚滚翻腾，竟然在眨眼之间就将那暗黑气焰以及金色光芒所吞噬。这一刻，虚空之上没有了暗黑气焰，也没有了金色光芒，有的只是漫天的血云，滚滚翻腾，霸道非常，就好像在世人宣誓这里是他的领地一般。那血云魔气滔天，在这股魔气面前，先前的暗黑气焰所散发的戾气，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不值一提，这一刻，莫说魂阴宗宗主，就连那些站在楚风身后的众人，都是吓得脸色苍白。因为此时此刻，楚风的身上已经被那血红色的气焰所包裹，楚风的身上也在散发着那磅礴的魔气。那魔气太过恐怖，简直是这些人感受到过的最可怕的气息。哪怕楚风根本就没有针对他们，可他们也会毛骨悚然，发自灵魂深处的感到畏惧。甚至就连先前那还一脸得意的魂阴宗宗主，看了一眼那被血云遮盖的虚空之后，也是眉头紧皱起来，再度看向楚风以及楚风手中的邪神剑，眼中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轻蔑，反而涌现出了一抹忌惮之色。声势不错，就是不知道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确实有这本事。魂阴宗宗主说道：“究竟如何，你会知道的。”楚风淡淡的说道。可是此话说完，楚风的眼眸忽然变得凌厉起来，手中的邪神剑对着魂阴宗宗主猛然一指，那自天空之上的血云某处便飞射数百道血色气焰飞掠而出。那血色气焰很是奇特，就像是树藤一般，一边连接着血云，一边又急速的延伸，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刺向了魂阴宗宗主。魂阴宗宗主在楚风举剑之时，便以为楚风的攻势会直接自邪神剑之中攻出，根本就没有料到那血云之中竟然也蕴含着邪神剑的力量，并且受楚风所控，竟直接发起攻势，并且攻势如此凶猛，猝不及防的他有些措手不及。虽然手中的龙鳞匕首挥动开来，顿时数道金色光刃飞掠而出，将那迎面来的血色气焰给纷纷斩断，可他还是被一道血色气焰钻了空子，那气焰缠住了他那只抓住阴明朝的手臂。随后只听撕拉一声，一道气焰便自那手臂散发而出。哇！与此同时，魂阴宗宗主也是发出一声惨痛的叫声，他的手臂已经被那血色气焰斩断了一半，但准确来说，那并不是斩断的，而是被燃烧掉的。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其手臂被燃烧之后，那血色气焰竟然将阴明朝缠住，丢向了楚风等人。可是同样是被那血色气焰缠绕，魂阴宗宗主便是断臂之苦，但是阴明朝却是分毫未伤。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魂阴宗宗主此刻依旧疼得龇牙咧嘴，而看着自己那断臂之处，他却是更加的慌了。此刻断臂之处还留有那血红色的气焰，虽然速度很是缓慢，可竟然还在缓缓的燃烧，继续燃烧他那残存的手臂。魂阴宗宗主运用魔功炼化而成的黑色气焰，想要去将那血色气焰扑灭，以缓解自己的伤痛，为自己疗伤续臂。可是别看其体内暗黑色的气焰如同汪洋大海一般，数量庞大，气势熊熊，而那在燃烧他手臂的血色气焰如同溪流一般，数量稀少，不值一提。但是当那暗黑的气焰扑向血红色气焰之后，不仅没能将那血色气焰扑灭，反而使得血色气焰越来越多，越来越强。魂阴宗宗主的暗黑色气焰竟然被血色气焰所吞噬了，不仅将暗黑色气焰吞噬，反而将暗黑色气焰的力量转化为了自己的力量。那血红色气焰的诡异程度远远超出了魂阴宗宗主的预料。可恶！魂阴宗宗主猛然举起自己手中的龙鳞匕首，竟直接又在自己的断臂处砍了下去。他是将那沾有血色气焰的部分直接斩了下去，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否则任由那血色气焰继续蔓延下去，迟早他全身都会被血色气焰占据吞噬，那个时候他甚至可能会死。果不其然，当其将那沾有血色气焰的手臂斩切掉之后，他便可以修复自己的伤势，那断掉的手臂眨眼之间便愈合完全，恢复成了完整的模样。只不过他此刻看向楚风手中的邪神剑，已经不仅是忌惮，而是有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你那魔兵到底是从何处而得？魂阴宗宗主问道。可是此刻的楚风却根本不理会魂阴宗宗主，而是对怀抱阴明朝的紫薰衣说道：“前辈，带他们离开这里。”不行，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还不待紫薰衣回答，赵红便不答应了。听我的，走！楚风大喝一声，此话之中竟然散发着浓浓的怒意。而他这话一出，那些联盟大军的所有人也都是脸色大变，因为他们不仅从楚风的这句话中感受到了怒意，他们竟然还感受到了一股杀意。那股杀意冰冷刺骨，可不像是吓唬他们那么简单，就仿佛楚风真的会杀了他们一般。诸位，咱们留下也帮不到楚风小友的忙，唯有离开才是在帮他。快走吧！就在此刻，孔顺莲开口劝道，紧随其后，孔月华与护阵一族族长也是开口相劝。他们都是见识过那些神剑威力的人，他们也都知道楚风的确会被那邪神剑反噬，到的最后，楚风会无法自控，会被魔兵吞噬。若是现在不走，等一下，他们可就不仅仅是楚风所要保护的人，他们也将成为所要屠戮的人。走啊！楚风再度大喊一声，这一次，虚空之上的血云翻滚得越加厉害，甚至那已经不再是翻滚那么简单，因为那血云翻滚的时候，传来了阵阵古怪的声音，那声音太诡异了，诡异到令所有人都胆战心惊。走！见此等情形，紫薰衣也不再犹豫，率领着众人便直接去。至于魂阴宗宗主也并未阻拦，此刻的他紧紧地盯着楚风。喂，我在与你说话。魂阴宗宗主则再度对楚风问道：你想与我说话？抱歉，我可没有时间与你废话，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让你不得好死。楚风对魂阴宗宗主说道，
说这话的时候，楚风的双眼已经变得血红，那仿佛根本就不是他的眼睛一般，并且在楚风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极为邪恶的弧度。此刻的楚风邪气十足，魔性十足，虽然他还保留着原本的模样，可是当那满身的血红色气焰不断升起，一眼望去，他已经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真正的魔。你少唬我，我修炼魂阴魔功这么久，炼化婴儿无数，你在我面前装魔，简直是自取其辱。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魔。魂阴宗宗主说完此话，他的体内便再度爆发出暗黑的气焰，那暗黑色的气焰没有再涌入虚空，而是围绕着他，化成了他的虚影。虽然魂阴宗宗主的肉身未变，可是那暗黑的气焰太过磅礴，其所化的虚影太过庞大，就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黑焰巨人。最重要的是，它并非只是庞大那么简单，那气焰之中，婴儿的哭声也是越来越阴森，越来越瘆人，就仿佛那是冤魂在咆哮，要索人续命一般。戾气十足的戾气铺天盖地，换做其他人看到这样的魂阴宗宗主，一定会吓破了胆。可是楚风却面色不改，反而是笑得越加讽刺起来。胆敢小看我，我这就要你知道我的厉害。魂阴宗宗主大发雷霆之际，手中的龙鳞匕首也是金芒大盛，随着其手臂不断挥动，无数道金色的光刃密密麻麻的，如同金色的暴雨一般，向楚风飞扑而去。然而面对魂阴宗宗主这般攻势，楚风却连动都未动，甚至连手中的邪神剑都未摆动一下。楚风虽然没有动，可是自上方的血云之中，无数道血色气焰便自血云之中飞掠而出，一直而下，如同墙壁一般挡在了楚风的身前。下一刻，金色的光刃连续不断的轰在了那血色气焰之上。可是当所有金色光刃全部轰完之后，魂阴宗宗主惊愕地发现，那血色气焰莫说被斩断一条，那数条血色气焰所形成的墙壁竟然是分毫未损。怎么会这样？这一刻，魂阴宗宗主越发的慌了。就在先前，那血色气焰向他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凭借龙鳞匕首发出的金色光刃，还能够将那血色气焰轻易的斩断。但是现在，他明明已经加强了金色光刃的威力，可竟然无法伤到那血色气焰。这只有一种可能，是那血色气焰变强了，已经强到了一种他无法抗衡的地步。你是魔？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你不过是一个只会欺辱弱小、良心丧尽的畜生罢了。魔，你也配？楚风说完此话，那天空之上，凡是血云覆盖之处，竟然皆是血色的气焰飞落而下。一眼望去，起码有10000条血色的气焰密密麻麻的自血云之中笔直的落下。那等场面极为恐怖，但不可否认的是，那等场面也极为的壮观。可那等场面对于魂阴宗宗主来说，却如同噩梦一般，让其万分惊恐。此刻的他，连一道血色气焰都无法斩断，面对着10000条血色气焰，他将何去何从？真是该死！魂阴宗宗主早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狂妄之势，他吓得脸色苍白，连身体都在不断颤抖。忽然间，他身形一转，竟然消失不见。他是逃了。他知道自己斗不过楚风，所以选择了逃遁，害怕楚风抓他，他还特意选用特殊手段，使用了隐身之法。然而面对魂阴宗宗主这种逃脱的手段，楚风却是不慌不乱，甚至在其嘴角始终挂着那一抹讽刺的笑意。讽刺，这是一种真正的讽刺，就像是一只猛虎欲杀掉一只老鼠，对方早已身处自己的杀戮范围之内，他却想要逃，这是何其的可笑！呀，果不其然，很快的魂阴宗宗主那惨痛的叫声便在远处响起，惨叫传来的方向有着一道血色气焰在涌动着，只不过那道血色气焰与其他的血色气焰有着不同之处，它似是缠绕着一个物体，而那个物体就是魂阴宗宗主。伴随着那悲惨的叫声，魂阴宗宗主的肉身也是很快浮现而出。此刻的魂阴宗宗主可谓狼狈至极，这一次他整个人都被那血色气焰所缠绕，那血色的气焰正在燃烧他的肉身，所以这一次他的惨叫声可比先前断臂的时候悲惨了100倍不止，那是真正的痛不欲生。